一个女人对于30岁，她有怎样的期许？是结婚生子，还是事业有成？30岁就像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，在这个年纪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稳定，也需要更多的认可。然而即将步入30岁的我，却依然挤在北京3环的出租房里。我不知道别人的30岁是怎样的，但现在的我不怎么样。我在这座城市里经历过很多崩溃的时刻。刚来北京，被黑中介骗钱，不但行李被房东扔出门外，就连本身就坏掉的床头柜也要让我去支付赔付款，否则我拿不到剩下的押金。我一直都记得被赶走的那天晚上，我有多想扔掉这些行李，直接打车到北京站买票回家。但最后我还是压下这个念头，找了就近的旅馆。工作也不是我最开始想象的样子，在一切陷入泥潭的状况下，我决定去读在职研究生，每个周末天没亮就起床，从城东坐车到城南，再坐高铁去外地上课。生活过得很疲惫，有那么几个时刻打盹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我心脏都停跳了。而爱情自从跟前任分手之后，就好像变成了我不敢触碰的奢侈品。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心动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出租房里过活的人，好像任何的承诺听起来都显得没有底气。这是我30岁之前的人生。我想很多外来北京的年轻人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。约翰列侬说，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，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。小时候我总在想啊，以后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我会和闺蜜挤在一个被窝里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我以后要做发明家、舞蹈家、画家。也憧憬过以后要嫁什么样的人。未来对我来说是浪漫的，也充满期待的，至少不是现在这样。我也曾经想过妥协，想回老家找一份赚得不多但至少安稳悠闲的工作，再去认识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生，和他慢慢到老。似乎只要待在家里，即便遇到坎儿，痛苦也远远没有上千公里外的异地他乡来的剧烈。但如果时光倒流，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到大城市生活。因为我知道日子不可能全然顺心，小城市的日子虽然安稳，但并没有全力以赴过后的妥协，只会在深夜有不甘，有遗憾。去年我曾经在万般失意之下看了一部电影叫《明天会更好》，没有冲着演员，也没有冲着导演，就是因为这个名字。电影里的女主角萧瑜就像是我们千千万万在北京打拼的小人物，在经历了工作、感情一连串的打击之后，选择妥协回到故乡。本来以为会找到生活的重心，却发现家乡早已没有任何归属感。电影中有句话说，我27岁，我也不会开车，也没有出过国，我用的还是9块9的唇膏。很多人看完电影说，最可怕的是他是演的，但我们是真的。或许很多人都曾经在黑暗的日子里问过自己，到底还能坚持多久，也有过无数次想要放弃的瞬间和理由，因为我们不再年轻。但正是因为不再年轻，所以才更加珍惜现在所有的经历，痛苦、难过、不甘。30岁的女人到底该活成什么样子？是成家立业还是结婚生子？或许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但不管别人的答案有多么正确，我仍然会肯定自己，肯定自己的选择。不管自己是否年轻，不管自己是否还在出租屋里，都要坚持下去，然后用结果消除偏见，
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，所有的事